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的名字叫做D。咱又好久没聊天了，我今儿正好跟我老公去外面那集市上玩回来，然后现在就是坐下来消消神儿，我就顺道聊个天儿。我呢今天是第一次尝试的这个油炸奥利奥，我感觉还真挺硬核，但是好吃，是那种非常的这个暴力性美国的美食。它呢就尝起来有点像是那种奥利奥夹心儿的这个甜甜圈儿，确实是味道还不错，但是不能多吃，我觉得吃那么1个2个吧就已经腻的不行了，所以说呢尝一下可以，但是别吃多。那就反正我今天就正好就是叨逼叨来讲两句我这个观察到的就过去1-2周的这个新闻吧。其实也没多点事儿，就是主要我就针对一下这个海南的事儿，还有呢就是这个弦子，就他们这2个事儿吧，我就讲一下。然后我呢也是就是这个频道主要用英文来讲，但是就是偶尔会穿插中文。我这人就感觉用英文呢和中文是2个人格，用英文主要就是逻辑论证，讲讲道理，然后呢用这个中文主要就是一个这个抒发情绪，这个释放感情。然后有的朋友跟我说，确实我也发现，就是说你如果用双语做频道的话，可能就是影响你的频道成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树大招风，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频道的大小正合适，正好就这个别太多了，太多就是你能够 reach 到的这个听众多了，那你能看到你的傻逼也就多了，就是他妈的莫名其妙的各种人就来找上你了，就各种的杠。然后呢你说人生苦短，就已经就过成这样了，这日子现在都已经成这样了，感觉大的都要来了，就对自己好一点吧，就是反正有个小的空间，是网络世界嘛，这个释放一下就完事儿了，就没必要那么上纲上线。有什么必要呢？能改变谁呢？你把这个这话就搁这儿，然后呢他愿意去听的人他就听进去了，听不进去的人你把他劝死了，最后他也听不进去。真的就是他屁股决定脑袋，他到时候了，真的他的那个屁股坐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完了之后他就会自然而然就可能会变了。他要是不愿意，他屁股就坐在另一边，你怎么去你愣是怎么去那个拽他跟他说，他都不会听你的。所以说呢就随缘吧，就爱咋地咋地，反正我就瞎讲两句，然后舒畅一下。好，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海南的事儿。就是这个海南呢还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不就是清零吗？这个又是把一帮人这个封在三亚了。这一次封的呢是以这个中国人的中产为主，中产或者是中上产，上产都已经跑没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去三亚度假，人家都去那个这会儿都去这个欧洲的海岸去度假了。这个基本上就现在基本上在这个能在海南度假都是中国的中产。然后呢就我看到挺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其他省份的这个中国人呢，他们会去嘲笑说，这个你们在三亚滞留的这是活该，谁叫你们这个有这闲钱不在家里待着，然后不把这个钱整着，你干嘛去挥霍去霍霍去啊？去那个动不动就跑三亚那会儿。然后呢正好现在不是这个国内很多这个地方的经济都不太好，然后年轻人都是力气大嘛，然后看到这一波，好家伙，这个中产那么容易就一天几千就能够霍霍出去，就在三亚玩几天，就当然心里就感觉这种不平衡。完了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外宾们，这个很多甚至包括看我频道的那些民主小清新们就不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老是天天就可怜中国人，可怜这可怜那，又惨，但是他就是听不得你去骂中国人，或者说他听不得你去批评这个中国人自己，我自己。然后呢为什么就是他老是觉得你要是批判中国的话，你要是把人跟这个政府分开，你把这个系统跟个体分开。但是你想象一下，就是我自己就是说在中国的时候受到的压迫，绝大多数它其实也不是说真的系统性的，它来的就是我身边的中国人。你受到的委屈呢，你大部分的这个欺负你的你在中国你受到的欺负大部分还真的不一定来自政府，大部分来自的还真就是你周围的中国人，这个社会的这种这个秩序然后呢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光去批评那个政府它没用呢？因为你批评完之后他又给你选出来一个
跟这个一样。那有啥用啊？那你看你这个朝代更迭的一代又一波，一波又一波，不都是这种重复演吗？然后呢，包括我再回到这个海南这事儿，就是你看到就是很多中国人他有一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现象，就是他受到了铁拳的他那个打击，他被铁拳那个揍了一顿之后，一顿胖揍，他不去思考到底是谁他妈揍了他，谁是把他摁在地上疯狂的碾压的，然后呢，他不去找那个欺负他的人，他不去找那个真正的迫害他的人，他反而他去看到其他的跟他一样的平民百姓吧，就是其他的这些那个无辜的中国人，然后呢发现其他人没有被欺负，然后他就心里不平衡，他觉得别人也得被欺负，然后呢他看到别人也遭铁拳之后，他觉得心里这会儿舒服了，大家都平等了，然后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你也能看到在这个西方包括美国这边也有这种很多人这种心态，就是就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可能就是这个自然界一种淘汰机制吧。反正这就说到这儿。然后呢我就是觉得这个对于我包括我频道上的很多民主小清新，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在怜悯一些人，然后呢你是特别的有这个圣母情怀，但实际上呢你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们这个很多人受罪的这个根本在哪儿，他为什么会成这样。我就觉得就这样吧，反正我觉得能够跟我有这个类似想法的也不多，人也不多，然后喷我的肯定也有很多，那我就反正把我想法放到这儿，你同意我觉得挺好，不同意也挺好，反正就是那个不同的这个看法嘛，不同的我们不同的这个得出的结论。然后呢再有就是弦子的事儿，其实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关注弦子这事儿。在中国的这个女权运动呢，我是觉得我这个人对于西方的这个第三代这个女权运动我是个人不赞同的，因为我觉得它包括就是我跟我老公也经常会说，它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基。然后它呢它其实也是就是把这个受迫者和被压迫者从这个阶级种族换成了这个性别而已。然后他的那一套纲领其实也换汤不换药，完了呢就是打翻这个推翻这个所谓统治压迫阶级，完了之后呢我们暴力推翻他们之后，重新制造这个新的这个什么美好乌托邦，就是搞这种阶级斗争。然后就是斗争纲领，其实我觉得就搞来搞去还是那一套。但是我是觉得呢在中国它又是不一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在中国它确实是对于妇女的压迫是真的，它是系统性的，就是说它在法律里面是没有说对于女性的这种基本，比如说你在那个面试的时候他不能问你的这个婚恋状况，你的年龄，这个它是没有写在法律里面进行保护的，所以它就是一种系统性的一种歧视，然后系统性的一种所谓压迫。然后呢所以我是觉得女权吧，它在中国是有一席之地的。包括呢你在中国你这个你这个同性恋还没合法化呢，你还谈什么你谈别的，你谈它干嘛？你谈什么权呢？你连这个正常的一个这个什么现象你都不承认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你都不承认，那你谈什么呢？我之前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语言学校嘛，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女生，然后7:3的男女比例，女男比例，女7男3，所以说有很多的女同性恋，然后包括也有很多的男同性恋。我们就有一对师姐在这个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就像另一个这个什么象征性的就是单膝下跪求婚，在毕业典礼当天。然后呢当时就是大家都挺为他们高兴嘛，然后也是宣传了一波，但是学校当时就很生气，然后呢就逼迫他们说必须要我忘记具体的这个措施是什么了，但是就是说让他们必须要道歉或者怎么着的，不然的话就不给他们毕业证。完了呢还有一个我当时那个系里的一个特别
好的一个老师，他呢是当时好像是教这个我忘记具体那堂课是什么，反正就是跟对外汉语有关系的，然后呢教的特别好，老师人也好，然后但是他自己呢是一个男同性恋，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国内那种氛围对于他的不认可，然后呢对于他的压迫，全学校的领导呀包括其他人都在挤兑他，都在排挤他，特别好的一个老师，温文尔雅的，就是非常那种有就是会讲道理，懂这个斯文的人，但是呢就是被人的一路打压，最后呢没办法逃去那个新西兰那边继续读博士了。所以说呢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国内它这方面的运动是存在的话是有合理性的。然后我就想针对这个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很多这个西方人他们也是不太理解，我觉得当然中国人也有很多人不太理解，就是有一个日本的作家就说了，当你看到一个鸡蛋去砸这个石墙的时候，你是永远要站到鸡蛋这一方的，不管这个墙有多么的对多么正确，因为这个鸡蛋它是永远的是处在一个绝对弱者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很多情况下你这个鸡蛋和墙是可以换位置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在美国这个第三波的这个女权运动，它已经是从原来的鸡蛋变成了现在的石墙了。所以说你为什么能看到这个包括现在这个叫什么男权运动的兴起，这个 MGTOW， 然后这也就是因为这个现在的鸡蛋和墙换了位置之后，你原来的这个弱者现在已经变成了绝对的强者了。然后所以说呢，我们要站在鸡蛋这一边，而在中国呢，你的鸡蛋还是处在这个还是女性那一方，然后呢，你的这个墙还是说所谓的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制度在对于女性的剥削。你包括看到在中国出现的那么多的是恶劣的社会现象。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我之前也讲过的那个铁链女那个巴哈尔母亲到现在怎么样了，被关到这个精神病院之后都没有下落了。然后呢所有关注她的人要么被禁言了，要么被管制了，要么被这个什么删号了，要么被抓了，就是反正是没有下落。然后包括这前一段时间那个唐山打人的事件也是没有下落，我们不知道那些女孩最后怎么样了，没有办法，没有独立的这个新闻媒体进去。所以说呢我就是觉得在不同的这个社会就考虑一下，可能看起来好像是类似的这个性质的事情，但是你要考虑一下这个鸡蛋和墙它谁是鸡蛋谁是墙，你要站在哪一方。反正我就是大概今天就讲这些吧，然后也是啰里啰嗦的，我总感觉每隔一段时间不录视频，我这个人的表达能力就会下降。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保持身心健康，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收听，拜。